好，不过我们带大家看到另外一个焦点，那么就是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要去访欧洲了。那么在5月5号就要去了。那么访欧前夕，是不是欧盟又出手了呢？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习近平访法国前夕，马克宏强调必须捍卫欧洲的战略利益。他说要更少监管、更多投资、更好的贸易保护，以重新平衡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么习近平到访的前夕，大陆企业承建呢塞尔维亚足球场的奠基，那么武契奇感谢中国。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说了，2年半后塞尔维亚将迎来欧洲乃至世界上最美丽的体育场。那么感谢中方一如既往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期待跟中国朋友一起建设完成这一个伟大的专案。那么甚至武契奇还有讲到谢谢习近平，怎么讲的呢？一起来听看。 We like to see President Xi because we consider him as a true friend. And you'll see dedicated approach and a real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because China has always been on the sid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lways been supportive to us as we have always been supportive to China. And a big friend is coming to Serbia and I'm honored and privileged to hosting him together with 2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he'll feel at home here in Serbia. 可以听到呢，武契奇是讲到了，那么习近平是塞尔维亚真正的朋友，他会把习主席呢此访打造成家的感觉，希望他能够感受到塞尔维亚对他的真诚热爱。但是现在欧盟的官员就暗示了，欧盟可能暑假前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了反补贴税。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的补贴调查正在取得进展，欧盟委员会的贸易主管说，可能在暑假之前就要征收关税了。而现在美国出手制裁大陆，美国企业却跟他唱反调。可以看到呢，美国再出招削弱了华为的影响力，中兴通讯跟海康威视等等，现在也被列在黑名单里面了。那你看现在华为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呢？华为现在要匿名来支持美国尖端的研究，为竞赛项目提供数百万元的美金。华为透过华盛顿一家独立基金会，为包括像哈佛在内的美国大学提供资金，用于最尖端的研究。华为的名字被保密，是为了不让竞赛整个被视作宣传活动，就怕华为的名字一旦公开，会不会又招惹到美国的制裁呢？那么现在美国被曝将有助于沙国发展半导体，但是呢，他又要求沙国一定要限制使用中国技术。美国要求沙国限制中国技术到这个国家去，最敏感的网络作为交换。美国将在人工智慧、半导体、量子运算进行重大投资，并且帮助建立这个民用核子计划。只不过我们看到了民间企业似乎跟美国政府是唱反调吗？像是苹果呢，它的执行长库克在第2季财报会上直接讲，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在中国的业务除了 iPhone 之外，还有需要努力的面向。第3季的财季 iPhone 在中国销量将有所增长，对于中国市场感觉很好。另外，一场贸易战是不是将要到来了呢？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正准备对策因应川普重返白宫。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很关注美国的大选，川普会不会重新执政？那么出现另外一场贸易战的可能性，现在他们也在观察。美国可能会加快对中国取得先进技术实施制裁。目前大部分的对策与关税的先进技术有关。那么现在中美贸易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进行当中了。我们带你来看到是美国力衰。波音现在是不是陷入困境了呢？因为波音又一个吹哨者过世了，曾经指控737 MAX 生产不当，前品质审查员病逝。那么波音近年频传事故，吹哨人兼前员工巴奈特庭审前竟然离奇死亡，所以引发外界很多的揣测，是不是因为泄露太多品管的问题才出事？因为他曾经举报波音的前品管员迪安，生前呢也状况良好，但是怎么就不知道为什么上个月就突然因病逝世了，所以也引发了无限联想。那么现在波音发债筹资100亿美元补前坑，股价也大涨超过4%。波音因为飞安疑虑、缺料等等的问题，生产的进度是延迟，导致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大。波音透过发行债券募集到了100亿的美元，还吸引了大约770亿美元的订单。而现在波音的供应商呢，要求阻止德州有关的安全调查，他们呢在德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官阻止总检察长的调查，并且称呢提供公司内部文件是不合理的，而且又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先来问一下玉芳委员，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访欧前夕，那么现在看起来欧盟又出手了。
对，欧盟一定是这样。第一个是美国的压力了，第二个是欧盟自己的经济其实是不行的。那中国大陆像电动车这些，又造的又便宜，而且品质显然也非常的不错哦。那这个对欧盟来讲就是一个威胁。所以欧盟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西方的这个沉沦了，不是只有美国，这欧洲的速度其实甚至更快哦。那这也看得出来一件事，为什么习近平要到匈牙利，要到这个塞尔维亚，还要到法国嘛？好，这个他就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因为他现在德国来讲，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之下，不可能像梅克尔的时候这么好了。中德关系不可能再这么好了。那法国他当然就是他要全力的去突破，因为这里面最有力的突破口是法国，因为法国现在的关系也没有像梅克尔时代跟德国那样子的要好。那个时候德国跟法国的合作比现在好得多但现在德国比较配合美国当然这个乌克兰战争是个变数啦，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法国，所以中国大陆大概波音的飞机未来大概很长的时间，大概一架都不会去买，他就会采购空中巴士，已经采购很多了，他会大概加强采购了。那回过来讲，为什么到匈牙利、到塞尔维亚，这个是个突破点。譬如说，重大的问题在欧盟来讲，要大家投票通过，譬如加入北约这些等等，大家都要通过，所以你这里面一两个国家就可以在里面发生效力。第二个，你看在匈牙利 ，BYD 要在那边设厂，你现在我大陆出口到欧盟的汽车，你对我限制关税的这种惩罚，我可能也认了。可是如果我在匈牙利设厂，你要怎么惩罚他？匈牙利认为说，我就是欧盟的一部分啊，对不对？那我这边生产的东西，你也要再扣我的税，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提早到对方的境内去设厂，去扩大你的商机。就像他在墨西哥旁边，这个在墨西哥要设厂，让中国大陆货品可以进入美国，但是要注意的是，毕竟墨西哥是在美国的旁边，不在美国肚子里面。所以呢，美国已经在开始谈要怎么对付中国大陆在墨西哥设厂那个货品要进到美国来，美国要怎么对付他们？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过整个来讲，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打压也好、围堵也好、制裁也好，只会越来越严重，只会越来越全面性的做。当然，在台湾就很多人觉得说这不错很好啊，美国看起来要把中国大陆给整死啊。一个问题是你不会整死他，你要把他整得遍体鳞伤，但他不会死。就像你全面打压他，可是华为还是复活了。你全面打压比亚迪的车子、小米的车子，还是可以在世界上大卖，就这样子嘛。那但是要去考虑的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敌意越来越深浓的时候，那个就不是说你偶尔打个电话、偶尔见个面可以解决。你看这一次的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去，被很冷淡的对待，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觉得你少来这一套了，一边摸我的头，一边要打我。所以这样的情况，两边对立到一个阶段以后，他要找一个地方来出手。你台湾离中国大陆最近，会不会是变成人家的出手的那个目标？这我们自己要去学，所以多学一点新加坡，甚至多学一点这个以前的这个菲律宾。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广结善缘，这个两面逢源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美国开始要制裁了，但是好像官方跟民间不太同调。我先讲，这次习近平到欧洲去他3个国家，我们原来预判的他会先到这个跟武契奇见面，塞尔维亚，然后之后再到匈牙利，最后再到法国。但是没想到他行程改过来，他先到法国。我觉得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给法国这个马克宏面子，我先到你这国家来。这第一个，在外交上面来讲的话，我优先拜访的国家，代表说我对你的一个尊重。那为什么习近平这次优先到法国去？我觉得后面牵扯很多原因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当然免不了是法国马上要举行的巴黎奥运。对。那现在马克宏很希望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巴黎奥运期间，
这个俄乌战争大家能够停火。他已经讲出来了，这停火啊，这个时间不要打仗，这是我们停火，来专心办我的奥运，不要发生任何的这种意外，影响我奥运的主办，这是第一个。那马克宏会向谁提出这个要求？我相信现在来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拉住这个普京来讲，叫他说这段时间停火，不要打仗，对不对？就是习近平嘛。所以这时候事实上，虽然说讲起来好像是习近平去拜访马克宏，我觉得是马克宏有求于习近平。第二个，我们来看欧洲现在这时候这种状况。欧洲，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它有3个依赖：军事上面，军事安全它必须依赖美国，这是不可讳言的；能源来讲的话，它必须要依靠俄罗斯。可是因为俄乌战争，它能源已经断了。这断了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国的一个经济已经很明显的消退。原来德国是欧洲的经济的领头羊嘛，那现在德国已经消失，已经退下舞台。现在换马克宏站在整个欧洲的舞台的中间当领头羊。第3个，他经济要靠谁？我觉得他未来的经济，他很明显，他知道他要靠中国，对，只有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能够提供给他。所以我觉得第2件事情就是习近平要去的，一定是谈经贸的问题。去年马克宏去的时候，跟中国答应跟他买了160架的空巴，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只是讲好要买，还没正式签约。这中间大概有一些这个细节要讨论，比如说空巴在天津的生产线，它要移转多少技术过来？我想习近平一定细部来讲，就会跟他要求，就中国自己要生产C919的话，它需要更多的技术、更多的资源。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一定是说，那我给你买那么多架的空巴，你空巴要多少技术在我天津的这种生产线来生产，让我工人学会这种技术，这是我觉得第2个可能要谈的。第3个我觉得是免不了就是谈俄乌战争了。第1个就是希望巴黎奥运的时候停火，第3个就是马克宏现在很硬他原来是鸽派，俄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那镜头，他跟普京2个这个见面坐在好长的一张桌子，一个坐一头，然后好像讲话都还拿麦克风才能够互相听得到。但是他最近态度变成鹰派，非常硬。他甚至就扬言说要派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帮这个乌克兰打仗。不但嘴巴讲，他还实际上面派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说是这次去习近平到法国去访问，我们可以看他2个元首后续可以谈出什么东西过来。这可能攸关于世界未来的经贸啦，或者是世界和平都有很大一个影响。董哥，我们想要问一下是不是其实大陆自己也有在做准备，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有可能是川普当选，所以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研拟对策了呢？各国都有啊，加拿大最早，加拿大跟美国邻近，加拿大指派一个部长，专门为如果川普当选以后，然后召集会议，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应？因为川普当选，每个国家都吃足苦头，因为他反复不定，然后他讲的话就是变来变去那他这一次讲，如果他当选的话，中国大陆的货物税60%。60%，那你那东西怎么有竞争力啊？他等于说，川普是要把全球化跟自由贸易化全部把它扼杀。他认为你们所有国家都在占美国便宜，所以你们包括欧盟北约这些国家，你们不出军费的，我美国就驻军就不会帮你打仗。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这些，他都是表示这样的态度。所以每个国家就伤透脑筋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川普当然他有他的爆发力，那这也是让拜登很紧张。那拜登走的路线跟他有点像，就希望能够拿川普的那种民粹的票，可是又让大家觉得说我没有像川普那么反反复复冲动，因为川普就是个真小人嘛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现在拜登的手法就是他到处拉帮结派。其实布林肯这次去，中国大陆有提醒他。就是你能够来是因为拜登跟习近平通了这次电话，重申过去的那些是要怎么样？不跟中国为敌，而且不拉帮结派来对付中国，不改变中国的国体。那现在重复一遍，又念给他听。那美国有没有拉帮结派？当然有对不对？美国大家看嘛，其实最简单的，过去拉帮结派是说，我们武力，我们拉澳洲、印太日本、韩国这些。现在其实他偷偷有一个手法，他就拉帮结派，就是科技最明显就是晶片。为什么台湾的晶片去美国投资，台积电去还要去日本？这都是美国人要求的，因为这就近嘛。那就近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他又去拉韩国，现在海力士要去美国做投资啦。海力士是韩国第2大的，他平常都在大陆的西安设厂设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他现在去拉阿拉伯人，就是我们这些联盟其实都是要对付中国大陆的，就简单讲，可是他要摆出很好看嘛。那马克龙很清楚啊，马克龙很清楚，他上次去见了习近平，习近平给他160架的空巴的订单啊。那当然呢，中国大陆要空巴，为什么要波音？波音每天都有坏新闻啊，对不对？你要去报他新闻，你可能还会不明就被杀掉了。所以他是一个品质不好，而且风评也很差，连美国对他都不信任。那今天习近平去，其实欧洲很多国家虽然嘴巴讲要抵制或怎么样，其实他们还是很需要中国这个市场啦。假装说因为你有补贴。空中巴士就是欧洲这些国家所有国家都在补贴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出钱盖的这家公司，你们还有意思讲别人补贴，你这家公司才是超级大补贴啊！好，不过讲到了这个美国，当然了，他们的大选在即，大家都很关心，接下来的美国总统是会连任，还是换成川普上任？只不过现在拜登要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的内政了，尤其是现在拜登是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呢？跪杀事件又不止一桩了，不理黑人嫌犯我无法呼吸，呼救致死，现在2个白人警察遭到停职。美国国会山报报道，日前呢有一个美国黑人男子被远警跪压的执法，那么多次呼喊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呼吸，结果就死亡了。全美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发文要求美国联邦政府，你应该对这件案子进行调查，恐怕会不会又引起另一波的弗洛伊德示威活动呢？只不过现在以巴冲突还在持续，纽约警察在汉密尔顿大厅呢袭击哥伦比亚大学反以色列抗议者，意外开枪。那么我们还要带您看到另外一个画面，在波特兰的州立大学，那么这个反以抗议者呢，从校园的图书馆冲出来，戴着安全帽，手拿用垃圾桶制作的这个临时盾牌，更利用油漆气球、墨水喷雾瓶和简易的盔甲来进行抗争。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有多么的激烈。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冲突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那么我们看到催泪弹现在也上场了。多州的警察都动了，校园反以不单纯。纽约的市长说，他怀疑有外部的煽动者。纽约市长亚当斯说，这不是单一个案是有好几个组织跟团体行动。这些外部的煽动者特意跑到学校去煽动这些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怒火。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以哈停火为何总是谈不拢？有人指出，这问题就在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跟哈马斯现在都各怀鬼胎，因为纳坦雅胡他需要军事胜利来保住他的乌纱帽，保住他的职位。虽然各界呢不认同，但是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也就是纳坦雅胡他可能要下台的日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挺巴示威，超过2000人被捕。桑德斯说，这反战学生可能是拜登的越南。越南呢，你看到了，之前不是打越战吗？那么已经消磨了美国4位总统。尼克森甚至还因为水门案而下台。有人就说，那接下来拜登会不会是下一个？因为这很像是拜登的越战。那么以色列警告美国，国际呢刑事的法院如果逮捕令发出来，我们就要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动手。以色列政府已经警告拜登政府说，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对纳坦雅胡甚至是其他的以色列高官发出了逮捕令，他们就会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做出报复的手段。现在中东反以的动作可以说是越来越剧烈了。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带你看到土耳其全面终止跟以色列贸易，控加萨已经是人道悲剧的恶化了。以色列民兵声称已经向以色列射弹，首次袭击首都特拉维夫。伊朗撑腰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首次以巡弋飞弹对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来做袭击。而现在乌俄战是不是白热化了？美军现在似乎也是援助的不给力。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军赴乌克兰，老兵就叹了，这西方根本不会打所谓的现代战争，北约的训练没有用。乌军呢恐怕还比较懂了。这个赴乌克兰作战的美国退伍军人直接点名，他怎么讲？他说美军长期以来都专注打击这个叛乱分子，所以他们已经忘记真正打工业化战争意味着什么。面对同样水准的俄罗斯、中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北约的
训练根本是没有用的。乌克兰军队恐怕还比美军知道什么叫做现代战争。乌克兰的高官说，俄军一再破解美元的武器。那么这一回呢，他们是破解了美制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先前是用来打击前线后方的俄国目标，但目前已经遭到俄军反制破解了。这样的消息遭到美国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否认，但这样的消息已经甚嚣尘上，让很多人很担心。我们想请教一下玉芳委员，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真的拜登恐怕现在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我先这样讲啊，最近美国各州啊开始强硬起来，对付那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示威运动啊。对，这里面就会看出美国这么强。我常常讲，美国就是一棵大树，缠在这个树上这个藤啊，那个怪藤啊，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影响力太大。你看哈佛大学的校长不是被逼辞职了吗？就认为说你不够支持这个保护这个以色列犹太学生嘛，这样，他走了，所以他一个一个逼你。啊，那个宾州大学校长也走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些校长们没事就交到国会去修理啊，这样。你去看洛杉矶前2天的那个是最清楚了，一群戴着面具的反对这些抗议学生的那个有组织的那些人冲进来，攻击还放那个火焰弹，然后攻击这些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学生，有的都把他们打伤了。警察就在旁边站着，静静的看他们去攻击这个帐篷里面这些学生，警察不采取任何行动。等这些扬长而去了以后，警察才出来。你觉得那批人是谁？那也是外面进来的，也不是里面的啊，外面进来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但是现在拜登要小心的一件事啊，你学生啊，你去压制他哦，学生的抗议会更厉害。你这样子每一个地方去抓他们，那学生敌忾同仇，慢慢就会夸校际的这种结合就会出来。拜登现在的民调这么不好，其中一个就跟巴勒斯坦问题有关，因为很多的关键州，那个摇摆州，阿拉伯人比较居住的，回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居住比较多的那个地方，拜登表现都不好了。所以拜登现在就是面临一方面希望说加沙走廊的停火协议可以成功，一方面呢他又加紧了要压制内部的这些示威运动。为什么？因为你选举涉及到钱嘛，而且你看犹太人的势力有多大嘛，不需要再念一遍嘛。布林肯本身就是犹太人嘛，财政部长也是犹太人嘛，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也是犹太人嘛，9个联邦参议员，100个里面有9个是犹太人，可是犹太人的人口比例才多少而已，对不对？所以而且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那个领袖，那个本身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一方面选票，一方面也有钞票问题，所以拜登真的是很不乐观了。目前看起来了哈。那要讲的这个一件事就是说，这些中东的问题的那个以色列的现在态度哦，拉坦雅夫的态度就是要强硬到底。刚刚那个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了，就是他现在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并不够，对，他一定要进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加沙走廊的最后的这个 Rafah 这个城市里面，对，做最后的清剿。没有做完这件事情，不是纳坦雅夫不高兴而已，他是一个联合内阁，他是有其他少数党更极端、更强硬、更忧亲的那个小党在里面。对，那些人就是要逼他说，你如果不打到最后 Rafah 那个地方去的话，我们有3个部长要离开这个内阁。所以现在纳坦雅夫也是很辛苦，他是左右都是为难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最后他们还是会打进去啦，因为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个性嘛。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要请教一下厉将军，你怎么看现在的俄罗斯呢？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这个人可能大家现在他已经被这个泽伦斯基已经换掉了，他原来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叫涅兹尼科夫。
这张照片是他在哪里照的呢？是他在一家这个德国支援给乌克兰的豹二战车，就是去年的时候，当德国支援这个乌克兰豹二战车的时候，他当国防部长，他去开这辆战车，然后在战车里面，他很得意，头伸出来，就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请问一下，莫斯科的路怎么走？他很得意，他认为说，他这个反攻，夏季反攻开始就可以打到这个莫斯科去了。结果现在他果然如愿以偿，这辆战车真的是到了莫斯科了，但是不是空进去的，是被当战利品摆在现在正在莫斯科的广场上面，正在展览。陪着这辆战车，豹二战车一起展览了，还有美制的 M1 战车，还有布莱雷达战车，还有英国就是欧美国家支援乌克兰的所有这些战车。这次这个俄罗斯的建军节来，抗战胜利了，他们对胜利日。就是对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来讲，在广场红场上面广场都把它摆在那边，所以这个一语成谶啊，他真的到了莫斯科的这辆战车。那我特别说，这战争打到现在，这个美军他们教俄罗斯的这种教乌克兰这种战术哦，真的说作战的话，你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嘛。每一种战场你使用的战术、使用的武器都不一样，甚至于跟你的战略，你要是以防御性为主还是攻击性为主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说是一成不变而论。那我们看看美国来讲的话，现在他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除了波湾战争获得胜利之外，他大型的地面作战，就是包括越战、包括韩战，甚至于在阿富汗的这种战争来讲，他都灰头土脸吃了败仗回来。可见了美军的战术不见得能够适合每一个战场。他现在教乌克兰的这种战斗，它是属于美军会的是什么？现在最强的它是反恐战争，它的武器装备或者它的战术战法都是适合反恐战争来发展的。但是像阿富汗这种战争来讲的话，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就不适合它。所以说乌克兰这种战法，你要是认为说美军所向无敌的话，在乌克兰我们就看到他吃了大亏。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董哥你怎么看？现在的美国学运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对啊，其实他这是一个学生的世代，他跟现在美国的精英阶层想法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他的憧憬，他们对人道他们比较单纯，所以他做这个抗争对美国来讲，其实是让大家感觉这个社会的那种对立啊。昨天难民营又被以色列攻击，死了10几个小孩子。用无人机以色列否认了但否认也没有用了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只是死的里面的一小部分，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快35000人了。各位可以看到多残忍了。那美国源源不断的支援武器给他，所以学生他认为说，奇怪，我们怎么可以支持一个这样的政府那种自觉性在各大学，尤其以国会为主的这些他们都嚣张，把一个私立大学的校长，全世界最顶尖的哈佛校长找去骂，然后强迫他辞职。宾州大学刚听议员委员讲，辞职。然后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是很好，常春藤的呢，对不对？胡适之就是这里毕业的，你可以看看。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期要带大家来讨论国际局势现在发展到哪里。那么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了前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委员，午安。大家好。还有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午安。佳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董志成，董哥，午安。是，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现在呢，这个美国官员称赖清德选后的言论负责。徐小新说，就职的讲稿已经了解了。国民党立委徐小新说 ，AAT 罗森伯格来了台湾好几次，他们比较关心的是520赖清德的讲稿。美方希望透过赖清德的讲稿，让中国不要对于台海情势产生一些误判，也就是所谓的动用武力。那么布林肯访陆也要求520前后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过讲到今天是5月3号，那么在大陆的热搜榜上面呢，居然出现了纪念5·3惨案96周年，济南今天鸣响防空警报。5·3惨案的日本呢，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恣意杀戮北伐军和济南市民。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5·3惨案。那么万名的中国军民被杀，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然后枪杀。那么就在今天呢，这个5·3惨案竟然跑到了热搜第2名。那么日本近期跟美国一起来抗中，有人说这让中日关系更恶化，也让5·3惨案被推上了热搜。那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赴夏威夷举行了美澳日菲防长会。奥斯汀飞到了夏威夷，主持3号印太司令部司令布达交接仪式前，将与日澳菲等国的防长来做一个多边的会谈。那么现在有人就说了，美国总统拜登是不是说错话了？批盟友日本就像中俄很仇外，为仪式开脱。原来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募款活动的时候，竟然把一直支持他、跟他很好很麻吉的日本说仇外，还说如果日本、印度、俄罗斯、中国更接受移民，那他们的经济表现会更好。所以有网友就说了，是不是不管岸田表现的有多亲美，在拜登眼中看起来还是这样？只不过带你看到的是 F-35现在超过300架，将在印太来大集合，美之抗中闪电网。美国批准军售新加坡多达12架的洛马 F-35B 战机，而其中新加坡加上美、澳、日跟南韩的 F-35战机，洛马说呢，那么到2035年的时候，将有300架超过以上的 F-35以印太地区为家。但是你看看，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准备哦，光是解放军空中兵力续增已经超过3000架了。美印太司令还说，这将成为世界最大。五角大厦所提出的2023中国军方的军力报告之中，他们发现初估这解放军空军加上海军的航空兵力哦，还不算无人机哦，各型的机种数量已经上看了3150架这么多。那么因应中国的威胁，美国的海军部长说，印太需要更多 SM-3 的拦截飞弹。那么这个 SM-3 的在防卫以色列的行动呢非常有效，考量印太地区未来呢可能面临到的威胁跟美军的贺阻任务，需要更多的 SM-3。那么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中共这个部分，中共轰6N 测试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威慑呢关岛的美军航母。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款很有可能是正在测试的新型弹道导弹。那么呢，它以中共轰6N 轰炸机搭载，以加长型的导弹外形判断，可能是去年才亮相的鹰击21反舰弹道导弹。外媒认为这是一款对地面与水面目标的弹道导弹，射程呢应该有1500公里。若搭载平台轰6N进行空中加油，这个打击范围可达到第2岛链的关岛，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到位于关岛的美国航母。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中俄在台湾问题上，合作日渐紧密。美国家情报总监就说了，包括对台动武，美国情报局长海恩斯就说了，我们看到中俄首次呢在与台湾有关的问题上联合起来，台海是中国肯定希望与俄罗斯联手的地方，他们没有理由不合作啊。而现在有一个动作也让外界质疑是不是台海有危机了，那么就是中国狂买27吨黄金，总价值超过5兆，外媒担心是不是为台海的冲突来做准备。外媒报道，中国方面已经建立了价值约17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量，这样的举动也引发各界担忧。有专家就直接把它连结了，说中国是为了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来做准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董哥，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现在是不是很密切的关注520赖清德到底要讲些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自己本身在选举，那现在所有美国的大事就是让拜登能够顺利连任，可是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现在希望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这边，在台海这边不要有太多的动作，那可以表示说他能够把这些局势给稳定下来。那他当然他就要求他的所谓的盟友，就是民进党政府，要求你们就不要稍安勿动。所以罗森伯格来好几次就是来告诉赖清德，你在520就职的时候，你那些讲法至少要4平8稳，就像当年的陈水扁4不1没有一样。所以这个要求赖清德做到了。赖清德从当选以来还没有就职，都很乖乖的，所以美国康达才会这么赞美他嘛。一个亚太驻军其实是很小，我们以为亚太驻军很大。那个父亲他其实他的职位是很低的，
赞美我们这边就觉得好高兴哦。那美国人都讲我们好话哦。那其实哦，我告诉你，赖清德这个时候他当然会，因为他的民调只有4%，他当然会有一点，有点收敛啦。对。但是你只要看他用的那些国安的那些人啊，那是不太可能的。你光看吴钊燮这2天在立法院的表现，他是外交部长，赖清德要让他当国安会秘书长。对。国安会，你看要管所有的这些国安系统，他是这个嘴脸，怎么可能？他一直挑衅而且故意恶意的挑衅立委。对。好像有种你就把我就藐视国会，把我移动法办，现在都没有藐视国会的罪啊。那他是在表示什么？他表示啊，而且他一直在指控说有立委去跟中国大陆有一些交往，有一些怎么样在出卖台湾的意思，他一直在讲这个。那谁不晓得你们对不对？你们民进党才在出卖台湾，在欺骗你们的支持者。民进党讲台独讲那么久，执政了将近第9年了，从来不敢宣布台独啊！你宣布啊！他们每次都会反将说啊，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也没有反攻，有啊，蒋介石反攻很多次失败，他从金门出发去东山岛去蓝日岛，但是死伤累累，他是一直要反攻，他怎么没有反攻？民进党连台独都不敢做，每天在嘴巴在讲，然后现在美国叫你稍安勿躁，就赶快夹尾巴就夹了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你要知道，美国不是我们过去想的美国，现在的美国人是很坏，坏到就是说，因为他自私自利，你们死多少人都你们家的事。他现在已经变这样，跟我们过去，因为我们小时候到长大到读书或什么，我们接受的还是比较美式的西方的世界嘛。对，他现在其实是不一样，你完全用人性或者用那个来讲美国都不对，他现在就是自私自利。我要保持我全世界第一，所以你们今天讲到我们下面这一题讲53惨案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我老实讲，53惨案，日本人在中国杀了，这个算小事了。可是他已经令人发指到什么地步？他怕你蒋委员长北华军在出动的时候，他怕你中国统一，统一的话就不好欺负了。以前我可以勾结这个金华，勾结那个金华，各种统统起义嘛。这个金华，我给你这个武器，你来对抗谁？你占领了这个地区，就让我们为所欲为。日本人那时候是希望这样，可是蒋委员长那时候要统一中国，用北华的时候，把这些金华一一的那个把它收服他就害怕，所以到山东的时候，他们就去挑衅嘛。挑衅就到他去攻打北华军，然后又去杀害老百姓，假装说他们的侨民，你占领人家土地，说你的侨民受到骚扰，受到怎么样？杀了6000多人，那我们政府跟他谈代表我们跟他谈了这个蔡公时去谈的时候，他把这10几个人全部杀掉，而且把代表的蔡公时先把他耳朵鼻子割掉。我告诉你，日本人不是人不要每天被那些台湾很多人不晓得日本人那种禽兽的畜生行为那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希望，要不然你现在就来跟我打，你现在还没壮大，你在打你吃亏嘛。所以我们政府也知道，我们那时候不敢跟他打，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表达给全国知道对不对？民国17年那时候的中国怎么是日本的对手？所以就一直在仰望，然后再一直在充实自己的国力，那是一个很悲惨的环境。可是你今天看日本人的嘴脸，今天日本人，我告诉你，日本人的心态还是怕中国统一，他怕大陆跟台湾万一合起来怎么样？他有点怕这样。所以那时候他为什么怕马英九？马英九去跟他谈钓鱼台，他马上答应。李登辉对他最好，陈水扁对他最好。谈台日的一夜谈判谈了17次，他不理会他们跟他交情这么好，为什么不理会？马英九去谈就谈成功了，为什么？他怕马英九跟中国大陆合作，那形式上的中国统一的话，如果对日本人来讲很不利，所以他跟美国一样，他是故意制造一个台独的氛围，让你们自己在内部互相斗，对他们来讲是最安全。这些人都不安好心那我们来问一下林玉芳委员，你是怎么看呢？这日本跟中国在一个东北亚这个地方汇合，这2强之间这种斗争是不会停止的但是因为日本它主要是缺乏天然的资源所以它又很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作为它一个市场。
所以双方之间的斗争就会变得比较的缓和了哈。但是未来就你说台湾的问题，日本就觉得说台湾如果丢掉的话，对于日本就是很伤的一件事嘛，所以才会讲出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说这样的话哦。那日本现在在美国的这样子支持之下，当然他的胆子会变得越来越大。那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双方在钓鱼台的问题，甚至在台海的问题上面，这个都是未来很可能会越演越烈。当然还有东海的石油的这个探勘的采收的问题了哈。对，我倒比较想讲一下那个黄金的问题哈。对，这个黄金其实目前来看哈，拥有最多的是美国了。大概有8000多吨，8100多吨，德国是3000多吨，意大利是2400多，法国2400多，俄国是2300多，然后这个国际货币组织本身大概有2800多吨，中国大陆在今年的第一季只有2264吨，不算很多，这排名大家排到1、2、3、4、5、6、7，排到第8名了。如果把 IMF 也当作一个国家来看的话，所以从这里就要讲说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准备要备战哈？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比较的还需要观察啦。我认为这种讲法，如果中国大陆不断的买，因为我查一下它的资料哈，它真正的开始大买是在2022年的第4季，但是也没有买不到2000吨，好，这样然后逐渐每年的确有在增加。但是要增加到说3000多吨啊，说5000多吨，如果它真的增加到5000多吨，这表示学问，这里面就有玄机啦。但是不是表示他买这么多黄金就为了准备要打仗？那也不一定啦。我认为也不一定。他买黄金可能是因为他对美元也不是美债也不是那样的有信心，所以他认为说他要多方面的去来管控。它的这个所谓的金融这么重要这一块这个货币黄金这一块，它要多方面去经营，多方面的管控。你看它美债也买很多啊，美债到目前为止美债还是相当的多，大概6000多亿吧，最多的是这个日本，它大概是破兆。可是你如果这样讲呢，要同时看，如果它的美债大量的减，一直减到只剩下譬如说这个1000多亿。那这可能就真的很有学问。为什么？因为现在俄国在海外的这些资产就被美国跟欧洲国家给冻结了嘛。他们现在谈说要把这个利息拿出来去支援乌克兰，也有人说干脆直接把它扣留的那个钱拿出来用，这样。所以俄国人吓到，所以是不是中国大陆也有所领会？所以他现在就准备说美债也要卖，黄金就大买，然后就准备打这个仗。我看也未必啦，好，不过值得观察，就是说值得比较长期的去观察了哈。另外讲到这个美国要在这个 F-35要在这个印太地区大量的部署的问题它有的是他自己，有的是他盟国有的虽然不是盟国，但是是他好朋友这样，希望他们都拥有这个 F-35。这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变成一个网，这网上面我们看到是什么飞弹其实不是。是通讯机密资料的交换，即时的交换的问题了哈。而且最重要就是上面未来大概都要放一些长程的反舰飞弹了。所以因为我讲这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有11艘航母嘛，然后中国大陆的航母呢，现在第3艘正在海试嘛哈。坦白讲，如果看到乌克兰战争这些航母未来在反舰飞弹射程越来越远、越来越精准，甚至逆中的状况之下。其实这航母都变得非常危险你看黑海舰队旗舰被打掉，好几艘中华军舰都被摧毁，黑海舰队简直不敢运作了。因为长程的这个飞弹的甚至火箭的攻击之下，你这些海上的大型的目标，坦白讲是很难生存的那美国，我想他是准备部署这个东西，这些 F-35未来都会部署这个反舰飞弹，那这个对。海面的这个大型的目标就是很危险的。原来，那我们想问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这 F-35可能会在印太大集合？其实这 F-35不要我讲，
我用美国自己的国防部长形容怎么形容 F-35，他形容它是会晤，就是张会的会晤。美国的现在国防部长叫奥斯汀，他的前一任米勒他自己形容他叫会晤。为什么他这样形容以后，那美国国会就去成立一个稽查小组去查 F-35，他为什么会被国防部长讲会晤？就一查不查还好，一查不得了，它的妥善率只有30%，也就买这300架里面，如果随时能够用到作战的只有90架，也就是从包括日本、韩国，一直到最近说要购买的新加坡。这些国家加起来，总共能够用在立即作战，包括美国自己也不过90架，因为它的妥善率只有30%。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个 F-35妥善率会这么低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它的军工体系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跟大陆来讲，跟俄罗斯都不一样，它是民间的公司。那民间公司，我要成立这家公司，我要制造这种装备，我要成立这个武器来讲，我要后续的维修，我就必须要有工人，要有供应链，那牵扯到我可不可以赚钱。那如果说我没有钱赚的话，我做这个工程我就划不来了。那所以说，它现在来讲，随着通货膨胀一直不断的上涨，它的零附件取得更加的困难，成本也更高，再加上它的工人来讲，制造业素质也降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它的维修能力就很普遍的降落，而且落到很可怕。它现在维修工人，后来他们去稽查的时候，居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美军的航母上面的 F-35C， 你看它翅膀是可以折叠起来的吧？他们居然在那种折叠的地方发现了一只扳手。就像我们人去修完以后开刀啊，就开刀完以后发现手术刀留在肚子里面，胃又缝起来了。就是美国现在的军工业的一个现况是如此。但是这个，我觉得 F-35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哪里？就是它维修整个体系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军人维修有分1、2、3、4、5级嘛，就像是我们到医院去看病一样，你如果小感冒到诊所去看就好了，对不对？那如果到某一种程度来讲，你需要动刀的话，可能就要到教学级的医院才能够做大型的手术。那 F-35也是类似这种情形。但现在美国来讲，它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他认为这是很机密的飞机，他不愿意把这个技术提供给第一线的部队，所以当这些飞机需要大修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回到美国本厂去修。那大家工人又不够，排队在那边修，所以造成他这个很困难在这个地方。那目前来讲，很多个国家已经发现它 F-35有问题，包括日本、意大利，对不对？跟英国这3个国家已经发现35问题很大，并不适合未来发展作战用。对这3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发展他们自制的战斗机，但是美国现在来发现，如果说你们联合发展起来以后，我的军工企业就没有订单、没有生意，所以他到现在来讲，强迫你们这些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甚至于意大利，强迫他们一定要买 F-35，怕的就是他们这些国家，日本跟英国、意大利联合起来生产的飞机有了以后，就不要他的 F-35，那他这家企业就倒了。那如果对美国来讲的话，这种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我补充讲，轰6N 这种轰炸机轰6N 上面它带的叫做鹰击21，其实鹰击21就是东风21D 的空射版，也就是说它就是空射版了。那你说它会打关岛，我觉得说不需要用到这种轰6N 去打关岛，因为大概东风26就号称关岛快递。那轰6N 它带着鹰击21，我觉得它主要的目标是在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来讲，在确认它的这个反介入跟拒止作战，以这个作战的任务为主，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